在短直线竞速赛上 ，GT2 和奥迪 R8 哪个更胜一筹？只见两辆车停在起跑线上，随着强子一声令下，他们犹如离弦之箭。可以看出，从起步开始，强子改装的 GT2 就被远远甩在身后。开着 R8 的兰西弗一脸的不屑，胜利后开着车扬长而去。要知道，强子打造这辆车可是要对标布加迪威龙的。这件事还得从1周前说起。老板无聊在车库闲逛时，看到了自己的布加迪威龙，不得不说他是真的富有，各种豪车应有尽有。这辆车是花150万英镑买的，马力达到了惊人的1001匹。正当他沉浸在收藏中时，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用10万英镑让强子在3周内打造出一辆马力比他还快的车子。要知道，这辆布加迪威龙可是车界最极致的工程结晶，搭载 W 型16气缸引擎，4具涡轮增压器，现在要用不到其1/10的价格打造出性能相当的车子，足以想象有多难。但强子没有退缩，接下挑战后，当即和长发哥开始研究，两人的首选就是 GT2。这是一辆非常适合改装的车。为了确保工程质量，他们去小日子拜访了永田和彦，他可是一位大师级人物，还拥有自己的改装店。两人说明来意后，永田直接就推荐了 GT2。在他看了 GT2 就像一张白纸，非常适合用来改装，没有改装过的原厂车都有480匹马力，这辆改装过的车子测试时竟然达到了831匹，这个数据让哥俩非常开心，心里也有了打算。他俩在当地买了辆二手 GT2 运回去，在车子还在运输途中时，两人先回到了改车厂制定改造计划。首先就是改装行车电脑，解除马力的封印，然后升级排气管，增加进气量，从而产生更大的马力。第3步是引擎和变速箱，这里涉及到大量的改动，肯定是最难的一步。接下来再加装竞技燃料系统，把上面的都完成，相信就能和布加迪有一拼。究竟是一辆什么车子，能让全公司人趴在窗户抢着看？原来是强子买的 GT2 到货了。公司里的人都感到很稀奇，因为没人见过 GT2。听到这个消息的老板很生气，把哥俩叫到办公室。强子还以为老板要表扬他，可没想到竟然被数落了一顿，因为他们车厂从没买过小日子车，而且在当地也根本没有销路，买了就相当于亏本。可现在车子都运来了，说其他的也没用了，老板无奈只能同意两人的计划。而强子在告别小日子时，永田送给他一个刷软体，这个能调整引擎参数，释放更多马力。他们开着车来到机场，打算先试试这个小玩意儿，据说理论上能增加2成的马力，而且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。你要是以为这么简单，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当车子发动时，仪表盘上亮了很多灯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跑得还没有电动车快。原来车子进入了保护模式，这下他们没辙了，只能把车开到专门改装 GT2 的车厂。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当老板拉南听说要用这辆车跑赢布加迪威龙后，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。他表示可以帮他改，但是效果得看天意。第一步就是刷数据，他们的步骤和强子当初差不多，可能是用的东西更先进，一下子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装新的排气系统，包括原厂的触媒转换器，将转换器换成Y型管，可以增加进气和燃料。这些都完成后再调整一下参数，就能达到580匹马力。强子开着它来跑道测试，试图打破威龙加速 10.7 秒的成绩。可以看出这个成绩和威龙只有1秒之差，但行车电脑最终显示的结果是12秒1次，虽然只差短短2秒，可在极速状态下提高0.1秒都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差距还十分巨大。他们回到车厂，开始第3阶段的改装，要把引擎和变速箱全部改装。目前车子上的零件强度根本承受不了将近1000匹的马力。两人先把引擎取出来，更换上面的涡轮，它能让更多的氧气涌入发动机，产生更强的动力，导致变速箱也要承受更大的压力。所有的零件组装完成后，强子回去找老板，提出要和他的布加迪威龙比试一番。改装 GT2 能跑过短直线竞速赛车吗？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竞速赛车掌握了领先优势，不过结果会花落谁家，还真不好说。这里大家可以预测一下，刚改装完成的 GT2 被老板安排先和他的奥迪 R8 比赛，跑赢了就能和布加迪威龙比，这哥俩志在必得。因为本身车子对标的就是威龙，那么应对 R8 当然不在话下。不过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最终是奥迪 R8 轻松获胜，这让强子很失望，也让兰西弗更瞧不起他俩了，连奥迪 R8 都赢不了，更别说布加迪威龙了。不过好在强子还留有后手，还记得一开始说的那个特殊燃料系统吗？现在只能靠它了。可当这哥俩要进行下一步动作时，却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，要把这个计划叫停，及时止损。但是强子很不甘心，现在已经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，半途而废太可惜了。老板不想听到这哥俩说话，于是让兰西弗全权代表自己和他们谈。强子为了展示乙醇燃料的特性，来工作室做实验，他往管道注入5毫升乙醇，
待大家都戴好护具后，拿着火焰靠近管道，一瞬间里面的东西就喷射出来，威力非常大，也成功的说服了蓝西服。我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瘫，自打他出现以来，从没有过其他表情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两人回到车厂，要给引擎添加一个装置，可以监控乙醇和汽油的配比，达到最好的效果。完成后，强子给 GT2 贴了一层蓝紫色的膜，看起来更加亮眼。接下来你以为就能和威龙比赛了吗？那当然不是，因为老板心疼车子，就派了一辆短直线竞速赛车，经过电脑的调控，能跑出和威龙一样的成绩。接下来我们拭目以待。The GTR smashed the Veyron's time with an amazing 9.78 seconds.